这个我在博物馆见过，叫爵，好像是喝酒用的。你看这样喝的时候，这两个东西啊，顶住鼻子的时候，就说明喝完了。这个这么大呀？这个地摊上可不太一样啊。这个花纹很清晰，包浆看着很少啊，这个够重的，有2斤半、3斤那个样，差不多是吧？这个就是重，这个挺重的啊。锃亮。这应该不像有年代哈。对啊，不像有那么长年代的东西。看着有点稀。那是你们不识货，我这是从欧洲淘回来的。通过那个 AI 呀。但是他 AI 给我的答案呢，他又让我有点犹豫，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，我也不知道。那咱们这边华语知名的专家在这，咱们让他给鉴定一下。是，过去看看，咱过去让专家看看。他们觉得我这个东西太新了，但我这是从国外淘回来的。这个纹路啊，这个花纹啊，清晰度特别清晰，太清晰了，是吧？还没有见过这么大了，重量这么重，跟地摊上的好像不一样。地摊上好像有时候比它小。不一样。那你意思就是地摊都是真的，这是假的？我们说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爵，来源于商周时期的这个青铜爵。第一点就是说，我说它的包浆确实看着没啥包浆，然后铜的原本的颜色透露出来了。第二呢，手头好像特别重，有没有可能是一个现代仿品？应该不可能。应该不可能。对，您反正是从国外买回来的。对，是从老外家里面买的。现在我们还有什么呢？把这个国内的这个作假做的这个工艺品啊，给它弄到国外去，完了以后再被中国人再买回来。确实，这个包浆啊，和我们这个博物馆经常见到的那种这个爵杯包浆还是不太一样的，确实不一样。那么这类的器型的爵杯我们在哪儿能见到呢？在它的这个五坛八庙里。什么五坛八庙？天坛、地坛，包括仙龙坛，包括这个太庙，然后国子监、孔庙这些地方能够见到和这个一模一样的东西，用于祭祀、祭天、祭地、祭孔子。我首先判断您这件东西肯定不是亚洲的国家，一定是欧美国家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啊，这件器物被洗过澡，就是说它外面的这个包浆啊，被人给清洗过了。欧美人，他对于我们中国铜器的这种包浆，黑漆骨的包浆也好，或者带一点锈的那种包浆，他认为是一种脏。但是呢，我们虽然洗过皮了，但是我们从一些犄角旮旯里面，比如内堂，内堂里面它留下来了，里边还有一些锈，这些地方，这个犄角旮旯的地方其实还是有一些包浆的。第二呢，我们就说这个手头太沉，这个就是明清时期的宫廷铜器的一个特点。宫廷的铜器呢，它需要演练几十次甚至上百次，每次都把这个铜里的这个杂质去除一部分，纯度比较高，而且非常精炼。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它底部的这个款式，大清同治年制，这个呢已经是比较偏晚了。我们看啊，这个上面其实还有一些刀工，就是它铸造完了以后啊，它还要用刀再修一遍。经我鉴定，这件器物是清代同治年官造的一件爵杯，真品。铜器整个现在我们在我们艺术品市场属于比较冷门的一个门类，虽然是官造的，但是价值呢，不是那么的高，应该在10万到12万左右。这个我们也恭喜您获得我们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。对。这是一眼假的，这个证书是一眼假的。华玉之门从有的那一边，没开出过这样的证书。我们都没有什么鉴宝牌。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今天。等了好几年，终于等到华玉之门鉴宝，见到了苏老师，心里非常激动。您从哪儿来的？我从安徽阜阳临泉，这是我哥的一个大学同学，他玩收藏的，说有佛像要出手，我把我2个小孩结婚用了2根金条110克给他了。他当时找人看看，好多人都说这个存疑。100多克，相当于按现在金价来说有12万了。那这尊呢？是我1万多块钱买的。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答案，
这3尊里边有一尊有问题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一尊有点问题。做这个铜像的时候，它这个面部应该丰满的，它这个偏瘦了。这个胳膊这边这个袖肘这点，我看着这样像是要造假了，有点。对呀。一开始找对象到华域之门来找专家鉴定真假，都说这个存疑。哎，你之前找过我们华域之门的专家老师吗？去找过呀，我朋友给我的号码，我问我朋友，他说这个河南华域之门这个艺术品鉴定评估，他也叫过去了，他说2个都是真的，这2个也出了证书，然后鉴定费200，出证书1个要1000。华域之门鉴宝牌，但是我们华域之门是没有这样的机构的。这个鉴定证书，这是一眼假的，这个证书是一眼假的。华域之门从有的那一天，没开出过这样的证书。我们都没有什么鉴宝牌。华域之门所发的证书，不是你常规的所谓的鉴定证书。那是参加完华域之门的节目录制，证明是真品，发给你的是上节目的纪念证书。你这个直接就打着鉴定证书，而且华域之门假华域啊，一定要认准我们华域之门的官方账号，线下鉴宝才靠谱。那么这尊造像呢，开脸，你看身形十分的壮硕，这个呢是偏早期的身形的时代特点，开脸的时代特征以及眉宇之间的时代特点呢，又偏向于清中期的那个时代特点，所以这就叫时代特征紊乱。内堂的铸造工艺，它与古法铸造是不一样的，眉宇之间，你看胸膛之间，它有电动工具，那个角磨机修磨的，你看它是现代的扫金水工艺，皮壳包浆，这种包浆这个污渍很嫩。你看这尊造像，这种黑色是自然生成的，这种黑色是人为做上去的，所以这尊造像是现代制作的仿品。这尊是一尊菩萨造像，这个是手握的摩尼宝珠，应该是地藏王菩萨。从内堂的铸造工艺，以及大的镂空的冠，以及开脸，包括莲瓣这种宽大的莲瓣，都符合明代的时代特征，所以这是一尊明代的地藏王菩萨造像，真品。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这尊造像呢，你看胸部也比较壮硕，以及表面形成的包浆皮壳都十分的自然熟净。这是一尊明末清初，更偏向于清代早期的造像真品。那这尊菩萨造像呢，15000没有问题。行情好的时候，这尊造像呢可能会2-3万。现在的行情，这尊造像比它贵。会在2-3万块钱，属于一个正常的市场表现。那你也算是吃一堑长一智，咱们下次就擦亮双眼来送您一个我们华域之门正儿八经的证书。今天带什么宝贝？我很期待哦。这是一尊弥勒佛，从我好朋友手里边淘过来的。因为我的网名叫弥勒锅，所以我就跟弥勒佛比较有缘分。我看这个花片新的很精细，这个开眼呢笑得也比较喜庆。看这2个眼珠啊，来一个特写，像个电一样。徐老师啊，我就是看这个眼睛啊，越看越空洞，越看越不自然。这材质有点像石膏，越看心里边越迷糊。很多我们的菩萨皮肤上面你看见没有，很多是露胎的，它是为了什么？重塑机身。你如果是上了釉上面，精彩就容易脱落。其实我们看照相，一个是嘴，一个是眼睛，胸。我觉得他的手太细了，像女人的手。反正我在那个淘宝上是见过这种照片。淘宝上啊，发货地义乌。我可是花了好几个 W 的。几个 W？5-6个吧。5-6个 W 不低啊。便宜啊！什么闲鱼啊、淘宝啊，要啥都有。我刚刚呢也看了下底，而且底下有一个款江明稿造，这件东西如果对的话是非常好的东西。为什么？一般贷款制作款的
都比较少。这个江明镐呢，因为他的出生和死亡都没有这个确切的资料，只知道他是雍正、乾隆早期的时候一个慈树的名家，从他的风格应该也都是清代中早期的那种风格，所以有了这个款呢，应该也是非常独树一帜。他当时的时候应该请这个神的话，也就是看到了这个弥勒，对，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去请他。弥勒佛象征着慈悲、宽容、大度，佛像都是真的，没有真和假，对，都是真的。但是呢，有新和老。新和老。对，我觉得它是新的。我要是5、6个 W， 我肯定不要。淘宝上有更便宜的。这个东西啊，要怎么看呢？第一，它是一个素三彩，因为上面没有红色的。哦，对，对吧？另外一点呢，大家要注意好，你看它的这个嘴，一般早的话，这个嘴啊都会挖空，然后把牙齿啊什么露出来，掉成一点。所以时代早的话，它眼睛它会抠下去，两个珠啊露出来，就给人的感觉啊，好像什么叫栩栩如生、炯炯有神。还有一个就是彩老的话，它一般比较厚实，绿彩比较清澈，它这个胎啊非常的酥润，就看上去很糯。这几种啊，在这件弥勒上面都能体现了，所以这件东西应该是一件清代中早期的正品。好，跟中了大奖一样，现在是不是有点逆风翻盘的感觉了？一直有这种自信。我们给他一个市场的估价，12万到15万。哇，我现在看这个眼睛不空洞了，越看越好看。恭喜您鉴宝成功，送上华域之门的收藏证书，恭喜！你从哪里过来的？我从广东。你玩这个东西玩了多少年了？有10几年了。也花了多少钱？几套房子的钱。那你是干什么的呢？我原来是开厂的，一点小钱。有人带着你进这个门的，还是你自己？没有，没人带。说句实在的话，这一行我一直讲的，能不玩最好别玩。中国有一个古话叫跨行不取利。你明白吗？也就是说，你在你的专业当中你很厉害，可是到另外一个专业你不是number one。比如说像这个青花啊，上面还加了个彩，你加彩你这个花瓣里面也要加上，把这个加了一半，古人绝对不会犯这个错误的。这个是青花釉里红，当你手拿这个瓶的时候，你就感觉很重啊。我也知道，但是重点不对。但是我是看着它这个气泡嘞。我们在华域之门一直跟大家在电视上讲，不要看气泡，现在要仿这个气泡都是小儿科，这种都是化学料、化学材。这个叫博士炉，绘画上面呢又是清中期的，渲染呢又有点清晚期的风格，所以你看一个东西啊，这会有一个时代性，不会有几个时代性放在一起的。这种棒槌瓶，大清康熙年制，可是你看这上面，你看，哎，点点染染，人家是一点点渲染，可能是有深有浅，不会上面有的地方染到了，有的地方就没染到，这种都是现在那种化学材，所以你这4件东西拿出来，就可以知道你手里面基本上没有真的东西。有。最后他拿出了一件他的镇馆之宝，对，当当当当，是一件路遥。自烧的，还是新货，釉质就不对，老的釉质比这个厚得多，不会这么薄的。另外一个老东西的开片啊，要从胎这样一层一层一层开出来，它是有层次感。这个是一层一层开的来？不是的，这是你看到的所谓一层一层，我们看到的根本不是。用镜子看就是一层一层，不需要用放大镜看，这个东西我们手一看到手，这种东西就知道了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你手里面真的没有真东西，能不玩最好别玩了，没意义。